在之前的一个影片有发布一个10大开源游戏引擎的大概介绍。我先说一下，我对这10大开源游戏引擎排名的时间线不太清楚，所以在这之中标注是2010年版本的排名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这个开源游戏引擎排名已经非常过时了。而这个影片主要就是来探讨这些游戏引擎目前的现况。最后再多说一下，我这个古早排名是看一本叫做《商用 3D 游戏引擎》的书来参考，而这本书的著作也至少快10年以上了，这不用我说了。注意，接下来的解说全凭主观解说，所以不一定完全符合当下或之后的事实。这个游戏引擎可以说是影响我对软体知识深入了解的游戏引擎，原因是在搜索游戏引擎资讯时，维基百科在那时有多出一段是介绍 Crystal Space 是一款开源的游戏引擎，然后我就堕入其中了。当然不是堕入 Crystal Space 这个游戏引擎，而是沉浸在开源软体的世界里。不过早期我也是对 Crystal Space 这个游戏引擎有或多或少的去了解和使用，而参考那本书的介绍是 C++ 开发游戏 LGPL 协议 Win、Linux 和 Mac 系统可以使用。总体上说是 Crystal Space 是一款完整的游戏引擎。至于说这个游戏引擎有哪些特征，这部分如果行的话，可以再开另一个影片，我就不全面解释。之后我试着尝试使用，但是问题在于，当时它的教学资源相对稀少，现在是几乎没有，基本上不太能去学习。而我这个情况，那时的 Crystal Space 官方网站是还在的情况，而现今网站目前已经没了，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死了。这个游戏引擎书上是这样介绍的 ：C++ 和 Python 开发游戏 ，NIT 协议 ，Win、Linux、Mac 和上系统可以使用。Panda 3D 是一款完整的游戏引擎。作为我有买这本专门讲解如何使用 Panda 3D 游戏引擎的人，我想说，毕竟这是 Panda 3D 的书籍，多少还是会这样吹捧的。Panda 3D 游戏引擎目前官方网站还在，而且还有在更新 Discord 还有讨论群组。但是作为现今的开源游戏引擎，它并非使用上的主流。我主观的认为，它是可以替代 Crystal Space 游戏引擎的软体，原因在一部分使用上的方式和 Crystal Space 游戏引擎非常相似。像是要用命令提示资源或是终端机去执行编写后的程式码，才能驱动它的游戏引擎。它和 Crystal Space 游戏引擎的对比，它的教学资源相对比较多数的，但是在它的官网上没有附属一套专属的 IDE， 在使用上相对地比较麻烦和不方便，加上教学资源和主流游戏相比，也相差一大截。所以很难成为使用上主流的游戏引擎。这个游戏引擎是少数用 Java 语言来开发游戏的引擎之一，使用 BSD 授权条款，能在 Win、Linux、Mac 系统上使用。但是在那本书上却提到，业界当下不承认那是一款完整的游戏引擎。不过就目前为止，随着版本不断的更新，也逐渐完善游戏引擎该有的功能。用我的看法，目前已经算是一套完整的游戏引擎。JNE 游戏引擎目前官方网站还在，而且还有在更新 Discord 还有讨论群组。有人说 JNE 有名的原因不在于 JNE 有多强大，而是在于用这个引擎去修改，然后做出来的游戏出了名。而这个游戏就是目前风靡全世界的一款开放式游戏 Minecraft。然而这个消息是错误的，真正使用 Minecraft 的游戏引擎是 Lightweight Java Game Library。简单讲法说，
是 Java 轻量游戏库，也是开源游戏引擎之一。而 JNE 也是基于此去开发出来的。JNE 官网除了有基础教学资源，赋予我们去学一些基本操作外，官网也有它专属的 IDE， 使用上相对方便一些。接下来就要讲它的麻烦地方了，其中一部分问题就是下载部分。当下下载区设计混乱，有许多下载设定选项。这部分会让初次接触游戏引擎的人多少会有抵触感，要经历一番摸索后才能下载真正的游戏引擎。还有最重要的部分，也是在于教学资源的部分稀少。虽然 JNE 有 IDE， 但是使用方便性还是不太行，所以也很难成为使用上主流的游戏引擎。英文全名是 Object Oriented Graphics Rendering Engine，OGRE 的中文说法则是物件导向图形绘制引擎。虽然说在标题上是游戏引擎，但实际上是 3D 图形引擎。书上也介绍它不是游戏引擎，采用的是 C++ 开发 NIT 授权协议，在 Windows 和 Mac 系统可使用。OGRE 引擎目前官方网站还在，而且现今还有在更新 Discord 还有讨论群组。我在这边事先说一下，之前说的那些游戏引擎我多少有去摸索一下，所以能说出使用的感觉。但是之后要说的引擎我没怎么去接触，所以仅说网络上查到的新的感想。首先，这个引擎没有专属的 IDE，所以在使用上就有不方便，加上它使用的环境变数在设定方面也比较麻烦，所以几乎不太能成为主流用具。而它之所以能够在游戏引擎上占据一部分名气，也是在于基于它开发出的一款游戏，虽然比不上麦块名声，但是也有一定的名气在，那就是 Torchlight， 又名火炬之光。它的系列在1代和2代就是用 OGRE 引擎的。采用 C++ 和 Python 开发的，采用 GPL 协议 Win、Linux、Mac、Serverless 和 FreeBSD 系统可以使用。而在书中提到，它是一款完整的游戏引擎。在这边说一下。3D 模型制作界的普遍都知道 ，Blender 这套软体是能够媲美商业软体的 3D 模型制作，主要是归类在 3D 模型制作软体这类型。而在这边说它是游戏引擎，那是因为在 Blender 2.8 版本以前 ，Blender 软体内部就有游戏引擎相关的 IDE 设计，但是在 2.8 版本后。游戏引擎设定就被拿掉了，而且这本书的时间线刚好就在于 Blender 2.8 版本以前的时间点上。目前最新的 3.xx 版本也没有关于游戏引擎设计的痕迹，不过也有基于 Blender 的开源程式码衍生出新一套游戏引擎的软体，而这是题外话，我就不提了。所以简单来说 ，Blender 主要是 3D 模型制作软体，而不是游戏引擎软体。至于说是不是主流应用软体，我可以说是，但是不在于游戏引擎这一块，而是 3D 模型制作这方面。目前官方网站还在，软体持续更新，各大讨论的论坛和群组都有。采用 C++ 开发 ，DLIB 授权发布，在 Win、Linux、Mac、Serverless、FreeBSD 和 Xbox 上可以执行。在书上说到 ，Earrex 说自己不是游戏引擎，算是应用程序框架这一类型，但是就目前在运作上，可以单独拿来开发完整的游戏。Earrex 引擎目前官方网站还在，而且目前还有在更新。官网还有讨论论坛，
缺点就是目前最新的版本未提供专属的 IDE， 网络上的资源也相对匮乏，所以难以成为制作游戏的主流。采用 C++ 开发 ，NIT 授权协议，在 Windows 上执行。在书上说，自称制作游戏是无需程式设计的引擎。目前所了解到的，官方网站还存在，有一段时间无更新。官网还有讨论论坛，虽然有提供一套 IDE， 但是网络教学非常稀少，所以难以成为制作游戏的主流。采用 C++ 开发 ，NIT 授权协议，在 Windows 和 Linux 上执行。在书上说到 ，The Nebula Develops 2说自己是一套完整的游戏引擎，官方网站还存在，但是引擎长时间无更新状态。官网还有讨论论坛，不清楚有无提供 IDE， 但是网络教学非常稀少，所以难以成为制作游戏的主流。是基于 OGRE 引擎修改，采用 C++ 开发 ，LGPL 授权协议，在 Win、Linux、Mac、Solidus 和 FreeBSD 上可以执行。而在书中提到 ，WildForge 是一款完整的游戏引擎，而目前的官网也已经是转化为商业游戏引擎，开源版的网站已经没有了。采用 C++ 开发 ，LGPL 授权发布，在 Win、Linux、Mac、Solidus、FreeBSD 和 PlayStation 上可以执行。而在书中提到 ，OpenSyngrace 是一款完整的游戏引擎。OpenSyngrace 引擎目前官方网站还在，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。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。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当中相见，拜拜。